针对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窜台，中国外交部宣布了8项反制措施，其中3条涉及中美两军关系。日前有美媒披露称，美军高层上周多次给中方打电话，都被中方拒绝。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周一回应指，沟通需要诚意，中方有关反制措施是对美台挑衅的必要警示。上周五，中方宣布8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在台海局势升温之际，中国军方高层官员没有回应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等官员的多次来电。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军方首次利用媒体来渲染中国军方拒绝中美两军高层通话的申请。在2021年上半年，美军数次借用消息人士或美国国防部官员来向媒体爆料进行炒作，就是试图通过麦克风外交向中方施压，希望达成自己的目的。针对美媒故技重施、再度炒作相关议题，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一作出回应称，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局面完全是美方主动挑衅、一手制造的，美方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和严重后果。中方曾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台湾问题等表明严正立场，特别是针对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多次严正交涉，美方却说一套做一套，纵容支持窜访，蓄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中方有关反制措施是对美台挑衅的必要警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捍卫，完全合理、恰当适度。吴谦强调，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美方一面制造危机，一面又声称要管控危机，为其错误言行和挑衅举动找托词、打掩护，甚至对外炒作、混淆视听、甩锅推责，我们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放弃以台制华的幻想，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外界注意到，中方这次采取的措施是取消，而不是暂停。取消显然比暂停更为有力、坚决，显示了中国军方对美方反制的力度和决心。中方明确向美方挑明态度，即你不能一边滋事挑事，一边希望和中方加强沟通，构筑所谓的护栏，达不成目的就把责任推给中方。毫无疑问，此次破坏沟通管道的责任在美方，以后是否要重建或两军如何交流，是美方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而定。中国做出这些反制，可以看成是中国不能够允许就是外国的势力来插手中国的事务，不能允许外国的这个势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我们现在做出这些反制，实际上体现了就是如果中美合作，那可以共赢；但是中美如果对抗这个我们也不怕，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中美关系大背景下，两军关系的稳定是防止两国关系失控的刹车片。此前，在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美两军对话沟通有一定回温。6月10日，中美两国防长魏凤和与奥斯汀在新加坡首次会晤。之后的7月7日，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进行视频通话。但佩洛西窜访台湾，让刚刚在沟通上略有起色的中美两军关系急剧下滑。回顾中美两军关系历史，因台湾问题的影响，导致两军关系受损，陷入谷底，包含此次事件在内，至少已发生过4次。1995年至1996年，由于美方允许时任台当局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局势紧张，当时中国先后进行了2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2008年10月，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逾6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2010年1月，美国执意向台湾出售总价值近64亿美元的武器。这些事件都使两军关系一度陷入低谷。除了军事交流外，中方还暂停了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暂停中美禁毒合作，以及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在周一外交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美之间还有哪些沟通仍在继续？对此，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对话沟通需要诚意，中方将继续就佩洛西窜台一事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汪文斌敦促美方认真反省，立即纠错，停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当前尤其要停止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升级事态，扩大危机，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依据早前发出的公告，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解放军对台岛周边展开连续实弹射击军事演练。那您觉得这在震慑台独势力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认为这次军事演习，无论是对于台独势力，还是对于美日等企图介入台海的外部势力来讲，都等于是上了一场异常生动而又具有震撼效果的课。我相信在这次演习结束之后，他们一定会心有余悸，庆幸这只是一次军事演习。要真的是一场实战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无论是台军还是美军，都猜想过好几种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模式，比如用军舰和飞机夺取制海和制空权，用优势兵力对台湾进行抢滩登陆等等。为此他们设计和演练了好几种反制的方式，包括要跟解放军决战滩头，用不对称武器进行反登陆作战等等。然而在这一次演习过程当中，解放军采取的战术却是先围绕着台湾周边画出6个海上区块，然后使用各种类型的常规导弹与火箭弹，把整个台湾岛给严严实实的封锁起来。一是封锁台湾南北两端的对外海空运输线，使得台湾的海空运输全部中断，你所需要的能源与食品补给全部运不进来，同时你为美日等国家生产的芯片也全部运不出去。二是封锁台湾东部外海与南面的巴士海峡，使得美国与日本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进不来，甚至都不敢靠近这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与外部世界的军事与经济联系就将彻底中断，并变成一座孤岛。如此一来，台湾就不战而自乱，只能乖乖地接受中国大陆提出的和谈条件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原来美台双方臆想的那些所谓解放军攻台方案，通通都错了，通通都不靠谱。美国卖给台湾的那些反登陆和不对称作战武器，通通都派不上用场了，以及台独势力指望美军驰援的计划，通通都要泡汤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战略与战术设计，它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形成最大的威慑力量，与达成最好的政治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是在佩洛西访台结束之后，立马就对外宣布了这个演习计划。这就说明这个演习计划绝对不是临时起意的，而是经过长时间运筹帷幄与周密规划的。解放军只不过是借着这个机会，将这一计划提前预演了一遍而已。我们注意到呢，大陆方面并没有对外宣布演习已经结束了，东部战区的演训仍在继续。解放军还宣布从今天起在渤海地区执行为期长达1个月的军事任务。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这实际上意味着未来一旦有需要，类似索岛演习行为随时有可能会重新启动。而在渤海地区加码进行长时间军演，这意味着解放军给予台独势力的军事压力将会长期化。这不仅仅是要向外界表明了解决台独问题的坚定而又长期的意志，而且等于是告诉了有关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完全操之在我，只要你敢在政治上突破，那什么时候进行军事上突破，以及如何进行军事上突破，就完全由不得你们了。我们知道，由于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已经在政治上踩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因此解放军通过这一次的索岛军演，已经打破了好几个台海军事安全方面的所谓现状，包括大陆发射的常规导弹已经历史性的穿越了台湾上空，70多年前由美国单方面划定的所谓海峡中线已经被事实上抹平了，还有蔡英文当局固守的所谓12海里生命线也已经被突破了。那么这也就说明，两岸在军事上
已经不再有所谓的隔离线了。解放军未来进入台湾岛内，也不再有什么安全上的禁区了。未来大陆的军舰与军机将可以常态化的对台军进行近距离挤压式的军事施压了。那么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意味着佩洛西访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解放军锁岛演习行为，已经使得当前的台海局势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虽然这次锁岛演习并不意味着大陆已经放弃了和平统一的大战略，但是很显然，它意味着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中，军事斗争的准备将会进一步加强。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